各位老铁，今天咱们不聊那些神车，咱来聊聊那些雷区和市场上最不保值的25款车，堪称年度劝退榜。今天这个榜单绝对能让你大开眼界，有些车名报出来，估计能把下巴都惊掉。别以为它挂着知名品牌的标就一定香，也别被汽车媒体一顿猛吹就头脑发热，更别看现在 SUV 多火就盲目跟风。今天这些冤大头里头可全是熟人，排名越往后，那操作就越离谱，堪称惨不忍睹。为啥？因为这些车背后都藏着同一本血泪账，机械故障高发，维修成本高到离谱。我给你翻译一下，什么叫维修成本超过车本身价值？就这意思。你这车刚开没多久，发动机、变速箱、悬挂系统、核心部件，它就给你撂挑子了。算上工时费，修好它花的钱比你当初买这车都贵。你说这车还修它干嘛？直接当废铁卖都嫌占地儿。所以啊，咱买车图个啥？图个踏实，图个开几年还能卖个价。对，除非你钱多的没处花，就想买辆车，眼瞅着贷款还没还清，他就给你折掉一半，那当我没说。但要是你是个正常人，想买台靠谱车，开个几年再换车时不至于亏太多，那我劝你这份榜单里的车看见绕着走，千万别碰。咱们今天聊的这台车道奇 Durango 说起来真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矛盾体。排在 SUV 榜单的第25名，咱们先别急着给它下结论，得好好掰扯掰扯。先说它的硬核实力，开过 Durango 的人没人会否认它的肌肉感。它那台声浪迷人的 Hemi V8 大排量发动机劲儿是真足，拖个房车、游艇啥的完全不在话下。再加上标准的3排7座布局，妥妥的是一个能拉能装的大家伙。单论机械素质和产品力，它在同级别里绝对算得上是个硬汉，性能和可靠性都没得黑。但问题来了，这台硬汉就是不保值啊，这才是 Durango 的阿喀琉斯之种。你看这二手车市场的数据，5年贬值率高达 41.82%， 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你刚提新车开出 4S 门，它就已经帮你亏掉小半辆车钱了。这车开起来是真爽，但卖的时候是真疼。那到底是谁在作妖？ Durango 自己没坏，问题出在了整个市场生态上，首当其冲的就是厂家 Stellantis 自己。为了冲销量，这优惠简直是杀疯了，动辄就是几千美元的厂家返利，零息贷款，再加上经销商再让一波利，算下来一台新车落地价比官方指导价能便宜出8000块。你想想，如果一个准买家发现买台全新的 Durango 价格和一台开了2-3年的二手 Durango 差不了太多，他会怎么选？这简直是无解的数学题，结果就是没人愿意在二手市场接盘， Durango 的残值就这么被自己人活活砸穿了。更致命的是，连保险公司都看衰它。 Durango 的油耗本来就高，加上贬值快，保险公司也精明着呢，他们在定损和赔付时会参考它的实际现金价值，结果就是 Durango 的保费可能没比汉兰达便宜多少，但万一出险，能拿回来的赔偿金却比汉兰达低一大截。这就好比连最会算账的保险公司都给你这台车打上了不靠谱的标签。总结一下，道奇 Durango 就像一个天生神力的拳击手，出拳又重又准，可惜他每打一场比赛，主办方还得倒贴钱请人来看，这种商业模式注定是走不远的。所以 Durango 究竟值不值得买？如果你就是看中了它的 V8 大心脏和美式肌肉感，预算充足，并且打算开到报废，那它确实能给你带来无与伦比的驾驶乐趣。但如果你打算3-5年就换车，那我真心劝你一句，看到 Durango 还是绕着走，这钱包真的扛不住。Hello， 大家好，咱们今天聊一款在电动车圈里争议不小，堪称教科书式上市翻车的车——雪佛兰 Blazer EV。它在最新的保值率榜单上只排到了第24名，这成绩背后可是一出大戏。开局即王炸，直接炸雷。这车刚一上市，那场面简直是出道即巅峰的反面教材。软件小毛病不断，充电系统也时不时闹罢工。最要命的是，不少车主直接被撂倒在充电桩上，动弹不得。这事儿动静太大，连通用自己都坐不住了，紧急给早期下线的车辆踩了刹车，下令暂停销售。这下可好，品牌口碑直接拉满分的坑，成了早期车主心中一道永久的伤疤。就算通用后来技术升级，把问题都修好了，但翻车的名头已经传开了，想洗掉难。二手车市场的惨烈现状，现在你随便去雪佛兰的二手店瞅瞅，保准能发现几台里程数稀少。在展厅里吃灰好几个月的 Blazer EV 想卖价格简直骨折式下跌，当初新车指导价 5.5 万美元，如今二手价直接腰斩甚至更多，这贬值速度让早期车主直呼心在滴血。这里还有个神助攻，联邦新能源补贴，买家买新车能直接省下7500美元，那谁还愿意花着高价去买辆前科累累的二手车呢？这性价比差得太远，简直没得比，软肋仍在困境难解。除了历史遗留问题， Blazer EV 自身的软肋也很明显。
雪佛兰自己的充电桩网络跟特斯拉的超级充电桩一比，那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长途出行，你得时刻规划好充电路线，心里不踏实，这无疑劝退了不少潜在买家。总结，所以说雪佛兰 Blazer EV 的遭遇，对于想买二手电动车的朋友来说，是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它完美诠释了一款车的第一印象有多么重要，以及一次史诗级的翻车会对转手价值造成多大的几乎是不可逆的伤害。对于那些不幸被套牢的早期车主来说，现在卖车就是一场大出血，只能眼睁睁看着资产大幅缩水。而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这则故事更像是一个忠告，选择新车时品牌的技术成熟度和市场口碑有时候比设计本身更重要，毕竟谁也不想自己的爱车成了别人口中的笑话和教训。对，咱们来聊聊沃尔沃 XC90 这车挺有代表性的。作为沃尔沃家族的旗舰 SUV， XC90 确实有两把刷子。它那个斯堪的纳维亚设计简约又高级，开在路上回头率很高，安全是刻在沃尔沃骨子里的。这么多年评级一直很顶尖，家里人坐进去也特别放心。再加上它的舒适性，长途自驾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起居室，体验非常好。不过就是这么一辆优点多多的车，却在二手车市场遇到了一个尴尬的坎儿，贬值太快，快的让人有点心疼。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觉得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技术太复杂，维保成本高。现代的 XC90 装的东西确实很高级，比如空气悬架、混动系统，还有一大堆驾驶辅助系统。这些东西平时开着爽，可一旦坏了，修理和校准的费用就不是开玩笑的了。随便一个大问题，维修费轻轻松松就能上4位数，甚至更高，这无疑增加了车主的心理负担。第二，售后网络不够下沉。虽然沃尔沃也有自己的 4S 店，但在覆盖广度上跟奔驰、宝马这些德国对手比，还是差了些意思。这就导致在一些地方想找个靠谱的服务点，或者及时买到原厂配件，可能会比较麻烦，也间接拉高了使用成本。第三，也是最核心的品牌认知的天花板。说白了，豪华 SUV 买家的第一选择往往还是 BBA 或者保时捷这些品牌。这些品牌在二手车市场有着根深蒂固的保值光环，大家愿意为这个品牌溢价买单。而沃尔沃虽然口碑很好，但在豪华和溢价这件事上似乎还没能达到那个高度，所以你就能看到这样一个结果：一辆开了3年跑了4万公里的 XC90， 车况可能还不错，但价格可能已经比新车时低了整整 40%。这个贬值幅度说实话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一辆普通 SUV 的预期，更像是某些豪华轿车的命运，但它偏偏发生在一台大空间高实用的 SUV 身上，这确实是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咱今天聊聊榜单上的第22名杰尼赛斯 G90。说实话，这车是真有2把刷子。杰尼赛斯确实下了功夫，打造出了这么一台堪称豪华标杆的好车。你看这内饰用料那叫一个讲究，摸着都舒服。动力上 V6 发动机可选，开起来劲儿十足，绝对够猛。科技配置这块完全不虚那些德国大牌跟他们掰手腕，一点也不怵。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一个字，值。这保值率实在是有点惨不忍睹啊！数据统计，前3年贬值幅度大得惊人。说白了，这就是品牌偏见闹的。你想啊，谁花7万美元买台豪华轿车，图的是啥？不就图个奔驰、宝马那车标带来的面子吗？说白了 ，G90 这车产品力是过关的，就是品牌这层滤镜还没立起来，没能像 BBA 那样成为大家心中身份的象征。所以你开着它，总感觉缺点啥？那为啥保值率这么低呢？因为租车公司这些大客户淘汰的车一回流到二手市场，经销商就头大，这些车在展厅里一放就是小半年卖不动。可你要知道，隔壁同等价位的宝马几天功夫就开走了。所以如果你想买辆二手 G90， 那可真香。你花着买奔驰 E 级的钱，直接把奔驰 S 级的配置给带回家了，性价比直接拉满。但如果你是新车车主，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想想看，新车落地2年就折一半，眼睁睁看着10几万块钱蒸发，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听说有个 Genesis 的经销商就碰到这么个事儿，客户开了2年想把车卖回店里，结果一问置换价，直接给干懵了，啥就 50%， 当时估计脸上都得挂不住。哎，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福特锐界2025款的已经停产了。你想想，厂家自己都不干了，这车大概是个什么定位，心里就有数了。先别急着骂它垃圾，真不是。那车空间挺大，一家人坐着舒服， ST 版动力也够猛，是个正经的好车。但它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普通了，没啥让人眼前一亮的本事。说好听是均衡，说不好听就是泯然众人。你要是打算买个中型家用 SUV， 那得拿它跟本田 Pilot、丰田汉兰达、马自达 CX-9 这些家伙比一比。
人家那几个牌子主打的就是一个皮实耐造，随便开开，保养好了跑个40-50万公里都稀松平常，这信任感是实打实的。再看锐界就有点尴尬了。你看那个消费者报告给他打的可靠性分数也就个及格边缘晃悠，最要命的是价格，你才3年下来能掉价多少？41.82%，我的天，这可不是小数目，对福特这种走量的车来说，这折旧率也太狠了。那个性能版 ST 稍微好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照样是骨折价，到底为啥啊？说穿了就一个字，停产。这就跟你买手机一个型号不生产了，你想卖二手是不是得贱卖？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以后维修跟不跟得上啊。买家怕没零件，怕没售后，怕保障没了。锐界现在的车主就是在替之前的买单呢，这感觉肯定不好受。嘿，想买台克莱斯勒 Pacifica， 先别急着掏钱，咱得聊聊一个扎心的话题，这车开几年能卖多少钱？说实话，所有车开久了都会掉价，这车市规律谁也躲不过。但要说掉价这个词，在 Pacifica 这儿都得升级一下，人家叫跳水式贬值，为啥这么狠呢？你先听我夸夸它。说真的，这 Pacifica 你要是单看配置，确实是小型货车里的扛把子，后排那能魔术般变出地库的座椅，省油又安静的混动系统。再配上那个豪华得不讲道理的内饰，说它能碾压不少豪华 SUV， 那真是一点不夸张。但是重点来了，所有这些优点在你准备卖车的那一刻，瞬间就变回了纸糊的。为啥？因为 MPV 这个市场简直是残忍的代名词。你想啊，这车谁买？绝大部分都是家里有娃的，孩子小的时候全家出行全指着它，妥妥的奶爸神车。但等孩子长大离家了，这车立马就成了家里最尴尬的存在，想卖又舍不得，最后多半是直接抛弃。结果就是二手车市场里 Pacifica 清一色全是高里程的爹妈车，供大于求嘛，价格能不崩盘吗？数据不会说谎。有个叫 Car Edge 的机构专门统计过 ，Pacifica 光第1年贬值率就高得吓人，跟做了火箭似的。更让它雪上加霜的是克莱斯勒，现在是 Stellantis 了，那个一言难尽的可靠性口碑。你还记不记这车以前因为莫名其妙就熄火的问题搞过大召回，开起来变速箱时不时给你表演个才艺，不是顿挫就是卡顿，那电气系统更是3天2头给你出点幺蛾子，让你在仪表盘上猜谜语。这么一算账，你买的时候觉得是真香，等卖的时候才发现这香味儿里掺了多少泪呀！所以说这车是好车，尤其适合家里有娃，短期内需要一台保姆车的朋友。但你要是想用它当个长久投资，或者指望几年后卖个好价钱，那可得三思而后行了，这贬值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我跟你说，大众 ID.4 这事儿在美国可真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本来是大力推广电动车，结果呢简直把二手车市场给炸了。为啥？因为这车从出生就不太健康，小毛病不断，软件 bug 续航飘忽不定，充电时好时坏，简直是车主们的日常糟心事。大众也是频频道歉，又是召回又是 OTA 远程升级，试图补救，但这么一折腾，口碑彻底垮了，二手车价值也跟着骨折，想卖掉难上加难。最让人看不懂的是，现在买辆二手 ID.4 要3.5万美元，而新车呢只要3.75万美元，还能享受7500美元的联邦补贴。这账小学生都能算明白，谁会花大价钱买个二手病号啊？所以你看 Car Edge 的数据也证实了 ID.4 的贬值速度在同级车里简直遥遥领先。现在美国的大众经销商们手里攥着一堆卖不掉的租赁车，愁的头发都快掉光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嘿，朋友，最近在看紧凑型 SUV 吗？看到 Jeep 指南者是不是觉得挺心动？别急，我先跟你掏句心里话，这车可能没你想的那么 Jeeps。咱们先说最实在的可靠性。这车从上市开始，小毛病就没断过。你翻翻消费者报告，就会发现它的可靠性评分常年低于行业平均线。这就好比一个学生每次考试都不及格，你还指望他高考能考好吗？特别是2017和2018款，车主们反馈特别集中，基本上都是电气系统的问题。比如那个信息娱乐系统，时不时就抽风、黑屏死机，听着音乐呢突然没声音了，多闹心。还有车门锁了又自己弹开，仪表盘的故障灯乱闪，开起来心里7上8下的，不踏实。更严重的是，有些车型的 CVT 变速箱会过热损坏，维修起来可不是小数目，换一套变速箱的钱够你吃好几个月了。可能有人会说，那个 Repair Pal 不是给了4分吗？听起来还不错。但你看排名，它在26款车里只排第11位，这个分数和排名放一起看，就感觉没那么有说服力了。毕竟好车都在前面排着队呢。
说白了 Jeep 那个响当当的越野名声在它身上一点没体现，它就是个挂着 Jeep 标的城市 SUV， 主打家用，但家用车最重要的省心它又没给足。所以啊，如果你准备买这个价位的紧凑型 SUV， 我真心建议你再看看别的，本田 CR-V、马自达 CX-5、丰田 RAV4， 这些都是经过市场检验的选手，他们不仅开着更舒服更省心，以后想换车保值率也更高，把钱花在这种真正能提升你生活品质的车上，不香吗？咱先聊聊这 Polestar 2排个第17名，真有点可惜了。说起 Polestar 啊，它其实是沃尔沃搞出来的亲儿子，主打一个电动性能，底子贼棒。这台 Polestar 2呢，就是辆小小的电动掀背车，开起来那感觉真不是盖的，提速快的你头发都要竖起来。而且毕竟是沃尔沃家的娃，做工、用料、安全性这些硬功夫那是没得说。但是这车的问题也不少，最扎心的就是不值钱。为啥这么说呢？主要就出在品牌名气上。你想啊，在美国，大部分老百姓可能连 Polestar 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这就跟你去个小县城卖个奢侈品包似的，知道的人不多，更别说它的 4S 店了，少得可怜。万一车坏了，你可能得开着它跑上几百公里才能找到能修的地儿。花$45,000买辆车，图的就是个省心长久。可 Polestar 现在这架势，还真不敢保证长期服务。不光是名气不行，硬实力上也差点意思。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数据，它在效率和续航里程这两项关键指标上表现实在一般。关键是啊，现在电车这行业跟坐火箭似的，天天都在进步。你回头看 Polestar 2，感觉就有点跟不上趟了，越来越像个过气网红。这还不算完，更惨的是二手车市场简直是个无底洞。这事儿还得怪美国那个联邦税收抵免政策，买新车能大几千刀的优惠，但二手车主就没这福利了。这么一搞，新车价格拉下来了，二手车价值就哗哗的往下跌。连线杂志都报道了，说这 Polestar 2的价格就跟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太刺激了。结果呢，第一批下手的车主最惨，他们当时花了$5万多，兴高采烈的提了车，想卖的时候傻眼了，经销商一看就甩头，3万给你顶天了。所以说啊，这车看着光鲜，背后的坑可真不小，买它你得掂量掂量。兄弟们，今天咱不聊好的，专挑槽点来说说日产凌风这款车。它在市场上也算是老牌网红电动车了，销量一度很猛，排个第16名没啥问题。但问题来了，它有个致命伤，二手车残值简直是惨不忍睹。为啥这么惨？还不是因为那个香饽饽联邦税收抵免。你想啊，买辆新凌风，政府直接给你补贴几千块，具体看电池容量，大概$3000到$8000不等。这么一搞，新车价格直接降了一大截，那二手车呢？谁还愿意花差不多的钱买辆旧的没补贴的？所以二手凌风的价格自然就抬不起来了，价格差不了多少，我为啥不买新的？这句话简直问到了点子上。更雪上加霜的是电池衰减问题。早期的凌风用的是风冷电池，这就好比给电脑装了个风扇，散热的本事比人家用水循环液冷的差远了。尤其是在天热的地方，车开几年电池就扛不住了。很多车主都发现续航里程哗哗往下掉，3-5年衰减个30%都算少的。举个例子，你当年买的车续航有212英里，兴冲冲开了几年，再想卖的时候，一看仪表盘，好家伙，就剩150英里了。你想啊，谁乐意接手这么个续航缩水王？而且最要命的是，2026款凌风要换代，直接改成小型 SUV 了。这一下，它现在这个掀背两厢车的造型，瞬间就成了老古董，到时候想卖更是无人问津了。所以啊，总结一下，买二手凌风，不光新车有补贴跟你竞争，还得担心电池不耐用，更要面对即将被新款淘汰的风险。这3座大山压下来，残值能好才怪了。要说特斯拉里谁最惨 ，Model X 大概率能排个第15名。这车可是特斯拉的旗舰 SUV 啊，按理说该是门面担当，结果呢，跌价跌的那叫一个惨不忍睹。为啥会这样呢？说白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没占到，它已经不新鲜了。这车上市有些年头了，刚出来那会儿，酷炫的欧翼门简直是全场焦点，回头率杠杠的。但现在大家审美都疲劳了，这玩意儿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买家都跑光了，去哪儿了？全跑去买 Model Y 了。你想啊 ，Model Y 比它便宜、更实用，设计也更新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 SUV 图的就是个实用和性价比 ，Model Y 几乎是完美的答案。而 Model X 呢，又大又贵，日常开起来跟个船似的，实在有点杀鸡用牛刀。最关键的一点是特斯拉自己背刺老车主，你知道吗？特斯拉新车降价那是出了名的狠，他们一降价，二手市场就跟着崩盘。就前段时间，新款 Model X 一夜之间降了$1万多，你猜怎么着？所有手里有二手 Model X 的人，车里的资产瞬间就蒸发了$1万多，这谁受得了？这车还陷入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
既然卖6位数，那消费者心里肯定有对标，比如奔驰、宝马、保时捷这些传统豪华品牌。大家花这么多钱买的不仅是车，更是一种品牌带来的面子和尊贵感。但说实话，特斯拉的内饰和豪华氛围跟这些老牌豪华比起来，还是差点意思。所以你看，这 Model X 就完美踩中了所有雷区：一、太贵了，但豪华感又不够；二、不实用，但价格还死贵；三、保值率还贼低，比大多数豪华车掉的都快。真是一场完美风暴啊，想不惨都难。好家伙，这玛莎拉蒂 Levante 排第14名，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它的颜值是真的没得说，意大利风情满满，开出去绝对有面子。同时，它又是个 SUV， 能拉能装，实用性也在线。但是这车的问题也太扎心了，主要就俩字儿：不靠谱。你敢信吗？车友论坛里跑了1万英里，也就16000公里，发动机就趴窝的案例一抓一大把。有个车主更惨，不过是激烈了点，一急转弯，发动机直接报废，换个发动机要花24000美元，小17万人民币，心疼死。更气人的是，玛莎拉蒂直接拒绝保修，理由是你之前保养没用 4S 店，自己找的修理厂。这理由真是让人无力吐槽。除了发动机，轮胎也是个烧钱的无底洞。最要命的是它那稀烂的售后。玛莎拉蒂的 4S 店本来就少，想找个地方修车都得排队，零件不仅巨贵，还经常缺货，等个零件能给你等到花都谢了。咱们再总结一下，这车毛病多，修不起还难卖。和宝马、奔驰那些德国豪华品牌比起来，玛莎拉蒂在国内的品牌力也不够硬。你说你花大价钱买回来，结果天天提心吊胆，想卖掉又没人接手，图啥呢？真心不推荐。第13名，英菲尼迪 QX80， 一款半成品豪车。聊到这台 QX80， 我觉得他就像个后知后觉的选手，别人家都换代好几轮了，他还在用着爷爷辈的老底子。你想想，直到2025年新车才要来，那现在在售的这代得多老啊！这架构、这设计放在今天早就跟不上了。先说颜值，说真的，跟他的兄弟日产 Armada 长得也太像了，要不是车标不一样，我都快分不清。这哪是豪华 SUV 的专属感，分明是贴了个标，有种换汤不换药的敷衍。更重要的是，这车开起来完全不是豪华该有的样子，油耗高的吓人，一脚油门下去，感觉油表都在突突往下掉。内饰用料也跟豪华俩字不沾边，跟德国那些对手一比，塑料感太强了，感觉就像在开一个高级点的工具车。还有那套车机系统，真的科技感约等于0，跟现在主流车型比，落后了不止一个时代。虽然它那台 V8 发动机挺皮实耐造的，但你光有个大心脏，周围全是老部件，这体验能好得了吗？最要命的是它的保值率 ，Acast 的数据说5年它能贬值65%，我的天，这车起步就7万美元往上，5年下来亏掉一辆合资 B 级车的钱，简直是买它就是理财黑洞啊！所以你看，那些本来想买大型豪华 SUV 的朋友，预算又够，为什么不选路虎揽胜、凯迪拉克凯雷德这些呢？他们在品牌、技术、豪华感上都把 QX80 甩了好几条街，价格还差不多， QX80 完全没任何优势。这就是为什么你在 4S 店怎么也卖不动它，就算把价格砍到底，也还是门可罗雀，因为它骨子里就缺乏竞争力，真不是靠降价就能解决的问题。想聊聊宝马 XM 这款车，它作为宝马旗下的插电混动高性能 SUV， 听起来确实挺唬人。但如果你正打算入手二手 M 系列，我劝你先了解一下它，因为它可能是个坑。为什么这么说？数据不会说谎。有数据显示 XM 的贬值幅度高得惊人，1年内能亏掉61%。换句话说，一辆100万级别的豪车，1年后就变成了不到40万的车，这在整个宝马 M 系列里都是独一份的辉煌。那么这车到底犯了什么错，让大家用脚投票呢？核心原因就在于它背离了 M 系列的根本精神。真正的 M 车迷追求的是极致的操控和驾驶乐趣，也就是所谓的人车合一。他们想要的是像 M2、M3、M4 那样车身轻便、反应迅猛的纯粹性能车，而 XM 呢，它重达5000多斤，几乎是一台中型 SUV 的重量。这么沉重的车身，即使再大的马力，也很难带来灵动的驾驶感受。它复杂的插电混动系统非但没有提升性能，反而成了累赘，让这辆车显得笨重且缺乏灵魂。可以说，宝马 XM 是向新能源市场妥协的产物，但它模糊了 M 系列的品牌定位。正是那些经典的轻量化性能车，才为宝马 M 积累了无上的声誉，而 XM 却在用自己的贬值率提醒着我们，情怀和信仰是不容被轻易增重的。聊到大型豪华 SUV， 林肯领航员这个名字大家肯定不陌生，但说实话，它好像一直活在凯迪拉克凯雷德的阴影下。这车到底怎么样呢？我的评价是，车本身挺好，但就是不太配得上那个售价。
你看啊，行业分析报告和 CarBuzz 的数据都指向一个事实：领航员的保值率在大型 SUV 里真的不高。说白了，就是从里到外那种让你一看就觉得哇，这车真高级的感觉。凯雷德就是比它强上那么一截。你想想，花着7、8上10万美金的价格，谁不希望自己买的是同级别里的王者呢？凯雷德给你的就是这种感觉，而领航员给你的感觉更像是福特探险者的顶配版，少了一点身份认同感。2020年改款之后，领航员确实改掉了不少之前的毛病，进步很明显。但可惜啊，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了。那些早年的二手车还在经销商的厂子里默默的折价，这对他的口碑影响挺大的。现在林肯肯定是盼着新车能帮品牌重新站起来，不过最近福特自身在可靠性方面也频频出状况，这就让领航员的处境变得更尴尬了一些。第10名是日产轩逸哈，它配的是 CVT 变速箱。轩逸是日产家的紧凑型轿车，不过呢，它可是那种随时都可能闹 CVT 故障的车。从2013年到2017款的轩逸，那可是被变速箱故障折腾惨喽。车主们老反映说车动力没了，还过热，而且变速箱换了好几回，每次换都老贵了，就算修好了，问题还是照样。在车主论坛上能看到，有些轩逸的变速箱都换了3到4次了，可问题还是没解决。汽车投诉网站上也有好几百份关于 CVT 变速箱问题的报告，都是说动力没了、过热这些情况。后来在集体诉讼的压力下，日产给部分车型延长了保修期，但好多车主都没赶上这个保修期。从二手车价格也能看出这问题。每日汽车小贴士报道过，有 CVT 问题的日产车型二手车价格比同级别竞争对手要低 15%到 20% 呢。那些经销商可都知道轩逸这名声，他们收轩逸置换的时候可谨慎了，就算收，给的价格也低得可怜。咱们来说说榜单上的第9位，日产的天籁奥特玛。这款车和它的亲戚骐达共享了同一个令人头疼的软肋 CVT 变速箱。虽然天籁的身材更大，定位也更高，但并没有让它免受变速箱问题的困扰。尤其在2013到2015年这个时间段，变速箱故障频发，几乎成了车主们的噩梦。消费者报告的年度可靠性数据也从未给过这几年的好脸色，一直将其列为可靠性较差的车型。究其原因，问题就出在它搭载的 Jacko CVT 变速箱上。这款变速箱似乎天生有散热焦虑，特别容易过热，一旦过热就会开始出现打滑抖动，最终可能导致整个变速箱彻底损坏。更关键的是，日产似乎早已知晓这些缺陷，坊间多起集体诉讼都直指此事，但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要知道，按理说日产车辆行驶30万英里约48万公里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只要做好基本保养就行。天籁的车主们却可能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车子还没跑到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变速箱可能就需要大修甚至更换了。这种糟糕的用车体验直接摧毁了天籁在二手市场的口碑。很多经销商都发现，即便是一台低里程的天籁也极难出手。原因很简单，在懂行的人眼里，这台车的变速箱就像一颗埋在车里的定时炸弹，谁也不敢轻易去赌它什么时候会爆。第8名是宝马 X5 过了保修期之后的情况。这宝马 X5 那可是宝马豪华 SUV 里的标杆产品，好多人都稀罕它。但你要是过了保修期，那可就成了财务上的噩梦了。头3年呢，在宝马的 Ultimate Care 计划的保障下，养这台车的成本那是相当低。可一旦保修期一结束，这情况就全变了。Courage Data 做了个预测，说这宝马 X5 在5年之内，光维护费用就得6000到7000美元呢。要是开10年，里程数超过15000英里，据 RepairPal 估计，平均每年得花1200美元。这里说的可都是计划内的维护费用，还不算维修的钱呢。比如说，车跑到60000英里的时候，水泵要是坏了，维修就得花11美元；要是分动箱和差速器出故障了，那维修费用可能就得好几千美元呢。这车的折旧情况也反映出了这些成本。Axelatic 就指出来了，好多买家都低估了这宝马 X5 的维护成本。这么一来啊，二手车的残值就被拉低了。所以你看那些便宜的二手 X5，其实背后贵是有原因的。咱先来说说第7名哈，是阿尔法罗密欧的 Giulia 和 Stelvio。这阿尔法罗密欧呢，一直打造那种带着意大利灵魂的精美汽车，可牛了。不过呢，他们也造出来一些贬值速度超级快的车，你要是想买的话，还真能买到。车主论坛都记录着呢 ，Giulia 和 Stelvio 这2款车2年就能贬值 41%，3年直接贬值 51%。有个车主花29000美元买了一辆2019款的 Giulia 2.0T， 这原价可是51000美元呢，而且就跑了11600英里，不到2年就贬值 43%了。问题就出在可靠性和品牌认知度上。
Car and Driver 杂志对 Giulia Quadrifoglio 做了长期评测，好家伙，后差速器给换了，燃油泵也换了，机油液位传感器刷新了2次，还换了1次。你想想啊，这可靠性让人怀疑，经销商网络又有限，而且美国人也不认这个牌子，不像宝马或者奔驰那样，这样一来，想把车转卖出去根本就不可能。阿尔法罗密欧的经销商现在可头疼了，那些租出去的车退回来，就算把价格降得老低了，还是卖不出去。排名第6的是特斯拉 Model S 哈，这 Model S 可是特斯拉家的旗舰轿车呢，它平均贬值的幅度差不多有 65%。就行业数据来看啊，这简直太惨了，跟灾难似的。问题就出在特斯拉那激进的定价策略上。这公司啊，动不动就毫无预兆的大幅下调新款 Model S 的价格。这一下调可好，每一个二手 Model S 的车主那资产立马就缩水了，损失的钱和降价的幅度差不多。新车的平均价格高的离谱，贬值研究发现，这主要是因为那个 Plaid 车型，这车型100公里加速也就2秒左右，可这在咱日常生活里根本没啥用啊。就算你买的是低配版的 Model S， 那也得损失一大笔钱，只不过比买 Plaid 车型的损失能小点。值得说一嘴的是，2025款的 Model S Plaid 售价还算合理，大概9万美元。不过呢，消费者还能跟商家使劲砍价，就是这种能砍价的情况，把二手车的价值给搞没了。你想啊，新车打完折也就比二手车贵那么一丁点，谁还愿意去买二手车呀？咱接着说第5名哈，是路虎揽胜。这揽胜可牛了，它可是豪华 SUV 细分市场的开创者呢。不过呢，它也是那种拥有成本特别高的车型之一。等过了保修期之后啊，根据 Car Edge 的数据显示，揽胜在前10年保养和维修得花大概20136美元呢。这可比豪华 SUV 的平均费用高出7642美元哟。而且啊，它有 51.26% 的可能性在这10年里得进行大修。RepairPal 给路虎的可靠性打了 2.5 分，满分是5分哈，在所有32个汽车品牌里排第31位，一年平均保养费用就得1258美元。这揽胜还有个毛病，空气悬架故障一直是最常见也是最贵的问题之一。另外啊，这揽胜贬值速度老快了。排名第4的就是玛莎拉蒂 Ghibli， 你知道吗？这 Ghibli 贬值老厉害了，贬值率能达到 69% 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都报道了，说这玩意儿5年内贬值率高达 69%。我再给你说一遍啊，是 69%。就这贬值率让它成了市场上贬值速度最快的汽车之一。有个车主就记录了他自己买车的事儿，他花 5.2 万美元买了一辆玛莎拉蒂 Gran Turismo， 这车子标价可是17万美元呢。结果才过了2年，这车子才跑了9000英里，贬值的金额就高达12万美元。这 Ghibli 也是一个德行贬值的情况差不多。Copilot 的可靠性指数报告把玛莎拉蒂 Gran Turismo 评为所有品牌和车型里最不可靠的车。这 Ghibli 和 FCA 的其他产品用的是一样的平台和零部件，这对车子质量可没啥好处。在美国，玛莎拉蒂的经销商少得可怜，就115家。你再看看人家福特，光经销商就有2998家。所以啊，要是玛莎拉蒂坏了，你想找个地方维修，那可太难了。排第3的是捷豹 iPace， 这 iPace 贬值那叫一个快，比啥车型贬值都快。就 IC Cars 做过分析，说它在整个汽车市场里贬值是最快的。其实这 iPace 本身是款还不错的电动跨界车，100公里加速只要 4.5 秒呢，是那个 Ian Callum 设计的，马力有394匹。但就这些优点也挡不住它掉价掉得跟闹着玩似的。为啥这么说呢？问题就出在它身上，它既是捷豹又是电动车。捷豹这牌子二手车残值得分就一直不高，再加上它是个电动车，那电动动力系统老复杂了，这就更影响它的保值率了。而且和同级别跨界车比起来，它那续航里程也差得远。刚上市的时候弄什么8年10万英里的电池质保，我看这根本就没意义。为啥呢？因为这车子到时候自己都快不值啥钱了，你说这质保还有啥用？捷豹的经销商都愁死了，这玩意儿根本卖不动啊。福特福克斯与嘉年华车型所搭载的动力总成双离合变速箱存在严重问题，该双离合变速箱故障影响范围广泛，涉及超过38万辆车辆，导致福特公司不得不支付至少3000万美元的和解金，以现金形式赔偿车主。此外，福特还额外支出4740万美元用于回购受影响车辆。综合来看，福特在此次事件中的和解及回购总费用高达7700万美元。具体故障表现为变速箱出现打滑、顿挫及冲击现象，甚至引发车辆突然加速或加速延迟。部分车主反映，即使踩下刹车，车辆仍会出现猛冲的危险状况。
经调查，该缺陷主要源于干式离合器过热，导致离合器失效，并进一步损坏变速箱其他部件。尽管经销商已收到技术服务通告，但实际维修效果有限。部分车主更换离合器3至4次后仍无法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至2019年款车型未包含在首次和解范围内，目前正面临新的集体诉讼。此外，受此缺陷影响，相关车辆的二手残值大幅下降，几乎丧失市场价值。第一名，日产 Pathfinder， 奇骏跟楼兰都装着 CVT 变速箱呢，厂家还老觉得这就是个大赢家。可实际上啊，日产这 CVT 变速箱可出大问题了，这变速箱都引发好多起集体诉讼了，甚至还导致过至少1起死亡事件呢。我看车主论坛里大家都在讨论，这变速箱跑个94500英里就得全套换一遍，换一次得花4700美元呢。可日产倒好，1分钱都不想出，拒绝承担任何费用。你瞧瞧，就这 Jackatrans 变速箱的这些毛病，已经发起过无数起集体诉讼了。车主论坛里全是抱怨声，好多人都把自己的爱车说成是定时炸弹。这 CVT 变速箱动不动就打滑顿挫，还会突然熄火，这大大增加了驾驶者出事故和受伤的风险啊。虽说日产也和解了好几起诉讼，可它倒好，新款车型里还接着装这种变速箱。这公司因为 CVT 的问题损失老惨重了，可它明显不咋重视客户留存，也不咋在意安全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核心的缺陷。消费者报告2021年5月的数据显示，在变速箱问题最严重的10大车型里，日产就占了5席。这说明啥呀？光有品牌声誉可保证不了车子的转售价值。要说品牌声誉跟实际情况的差距，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我们揭秘了9款网友特别捧，但是很少有人能长期开的车型。我们就是要揭露网络炒作和实际长期使用体验之间的差距，到时候你就知道哪些车迷心里的宝贝居然都在这个榜单上，绝对能惊掉你的下巴。